嘿，大家好，欢迎来到黄老师频道。OK， 今天我们又来试驾了。今天我们试驾的这个是什么？刚刚之前的视频里面，我骑的 Z900 的时候，有人问我，能不能骑一下 Z1000 呀？对不对？那么今天我们来试驾的这一个就是川崎的 Z1000，Z900 的兄贵，Z1000。从外观开始，这个应该是常亮的，这个应该是常亮的吧？先打开来看一眼。对，是这个样子的。上面这个是常亮的，不过这个灯，为什么是电珠的呢？能改成 LED 就好了，更帅。然后这个漆水，说实话，川崎的这个漆水都是不错的，虽然它是黑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黑的这个面上面有亮晶晶的地方。然后呢，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它的后面的这个排气的地方，这个涂装容易掉，这个也是一个今天比如说我们借车的时候，它用了一段时间的车才会知道有这个情况，这个排气的这个涂装会掉。这个坐垫的话非常好看，这个坐垫应该是原厂的，原厂应该就是这个坐垫，还是挺不错的。Z1000现在的特色就是还是两边出，排气还是两边出，还是挺帅的。虽然有点短，我觉得再长一点的话会更霸气一点。不过它这个街车的整体造型来考虑的话，它选用的这个短的排气也不错，但是我是比较喜欢再长一点了。大家比较喜欢长的还是短的？坐上来的这个感觉，整体的话还是这样稍微晃一晃，就感觉这个车体还是挺重的。会稍微晃大一点，会被带起来，有点重。那这个 ETC 好碍事，这个镜子真调起来涩涩的，不是很顺滑的感觉。OK， 镜子也还行，这个镜子能够反到的地方还是挺大的，还行。OK， 开始。这个中低音给力。这个中低音好给力的说，这个中低音有点脑壳疼啊！这个很轻啊，离合器很轻，不错。刹车的话一般，感觉很丝滑。哇，这个低扭丝滑呀！这个低扭怎么只能这么的丝滑？这个低扭太丝滑了，这这个加速，太暴力了！这个加速。我刚刚的加速并不是直接横拧油门的这种加速，我是慢慢拧开来的。这个慢慢拧开来，这个有点暴力啊！这个太暴力了，这个 Z1000的这个有点夸张啊！这个有点奇怪，这个低速的时候有点奇怪。我们可以看一看现在这个情况。我说为什么有点奇怪呢？就是在这个速度下面非常的震。现在是多少转？看3000转吗？3000转左右。这个非常的震，我现在保持它，这个真的是这个速度下面很震，非常密集的震动，脚踏上面，然后腿上面，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真的是非常的震呀。但是在2000多的时候不震，就是在3000左右的时候有点震，不知道为什么。Z1000这整个都是低扭在驱动它的感觉，然后这个引擎其实还是挺不错的，虽然说它在一个奇怪的地方，3000转左右的时候有一个震动的区域，但是如果避开这个3000转的话，那么其他整体的话，到现在为止，这个低速的全领域还是没有什么震动的。然后这种小的偏转的话，感觉它更偏向于敦实的这种感觉，没有像很轻巧的。
感觉。确实没有很轻巧的感觉，但是吸地感还是挺不错的。在这种转弯的时候，吸地感挺不错，就有一种很稳的感觉，真的。ZE1000这个就整体都是很稳，非常不错。OK， 我们找了一个有转弯的地方来试一试它的转弯的性能。确实这个吸地感是非常不错的。这个吸地感是非常不错，倒下来的这个感觉好像往这边偏转的感觉好像也是挺轻松的，能够偏下来的，没有什么任何的抵抗，偏下来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抵抗，然后属于敦实感，哎呀，有一种敦实感的车，这个转弯的时候敦实感还是挺不错的，像现在这个广角的镜头，也许看起来这个路并不是非常的怎么说呢，弯不是非常的大，但是这个弯其实还是挺大的，像这种地方的话，就是敦实厚重感，然后又是非常能够听话的，这样一下子就倾倒下来的，还是转弯性能还是挺不错的。我现在觉得的话，这个转弯性能完全可以。如果是属于像新手这种，像我这种转弯的，对吧？就很害怕这种转弯啊什么的话，我觉得这辆车的话完全没有必要担心。整体来说的话，转弯性能还是非常出色。然后继续看一下它的转弯的时候，我这个操纵车的时候，这整体的人的感觉，这个刚刚的话车还是挺不错的，现在人稍微给它一点力，它就能够转过来。像之前有一些车，它可能转偏过来的一个反应会稍微有点延迟，但是这一辆车的话，偏过来并没有任何的延迟，有这么一点点偏过来的一点输入指令，它就马上就能偏过来，没有什么任何的延迟，然后再来试试这边的大的转弯，稍微来点速度。这种大的转弯有点速度的话，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个稍微偏转一下之后，它就能够随着你自己的这个感觉来偏转。哎呀，真的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车呀！这个转弯的性能挺不错的，在这种能够有转弯的地方，还是挺灵活的，有一种敦实感加灵活感。3000多转的时候就要震，3000多转的时候就要震，而且这个震的还是挺不舒服的，这个密集的震动，这个震动还挺密集的，3000以上到5000吧，刚才也要震，3000、4000、5000可能都要震。这个震动可能还是有点大的 ZE1000，其他的话好像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这个震动肯定是有问题的，这个震动还是偏大。震得我这里的路况太不好了，这个减震好像比较硬嘛，应该是，所以能够吸收掉的震动并不是很多，然后这个坐垫吧，坐垫只能说是一般，并不算是特别的硬，但是坐上去也并不是很软，这个感觉怎么说呢？不适合。可能不适合非常长途的旅行，一般稍微在城里面骑一骑的话，这个坐垫的柔软程度还是可以的，但是长途旅行的话可能会疼，这个坐垫还是稍微偏硬那么一点点，这个起步的时候因为动力太猛了，有一点稍微油门稍微拉一拉就会往前冲的感觉，而且这个油门因为它并不是非常的硬，也不就
啊，它这个油门开起来不是非常的重，它还是属于轻的，所以你这个油门稍微拉一拉，它这个车就会往前冲，就会容易拧大的这个感觉。所以这辆车整体现在操作下来的话，并不怎么推荐新手骑这个车。这个车可能在新手在操纵它的时候有那么一点点困难。OK， 一般来看的话，现在这个骑了一段时间之后，感觉啊，这个引擎还是非常的烫的。现在这个外气温大概31度左右，但是呢，我这个右腿这边还是非常的烫的。你说有杜卡迪那样吧，倒也没有，但是这个热量还是挺猛的。OK， 那么 Z1000 的这个车的话，它其实首先一个离合是非常非常的轻，这个离合真的是非常可以的。在一些换挡什么的，根本就没有一点点的有压力。而且有一些，比如说你可以捏着停，等红灯啊，或者怎么样的话，根本就没有什么任何的问题。然后呢，这个油门还是需要稍微控制一下的。油门的这个开度的话，其实还是非常的猛的。稍微开那么一点点，然后这个就会直接这个车就会往前冲。这个冲的感觉比 Z900 可是猛多了。Z900 的话还算是一个温柔的车，这个 Z1000 根本就无法推荐新手。这个整体来说的话，这车还是非常的猛的，有各种地方都很猛。可能是因为这个底下的动力太足了，这底下的这个有点夸张呀。油门而且调的这么的轻，它这个油门只要你稍微那么开一点点啊，再加上它这个底下的动力这么的猛，那肯定就要对吧？有一些事情要发生的。其实低速的这个操控性能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个低速能够控制它的这个。不点头，然后不往前冲，这个控制起来还是挺容易的。这个的话还是一个好评的地方吧。整体来说的话，这个得益于这个离合器的轻量，这个离合器的轻量非常重要。然后再加上这个油门非常的轻，非常轻的时候，你比如说习惯了之后，你就可以掌控它这个慢慢的开度啊，这个开上去的这个开度。所以说 Z1000 的这个车的话，可能就是一个 Z900 的进阶版。所以我觉得吧，它跟 Z900 最大的区别就是动力提升了之后，在底下的这个冲的感觉更加厉害了。然后你看这个油门真的稍微只要开那么一点点，这个往前冲的这个动力就不是多了那么一点点的感觉啊。900跟1000。差了很大的感觉，虽然说 Z1000 这个我感觉都有2000了吧，这个感觉，底下这个动力还是非常牛逼的啊。不过说实话，像现在这种情况，在城里面这样骑的话，确实还是感觉出来是非常的给力的丝滑啊。刹车和离合都是在城里面骑非常给力的这个装备，这个调教。比如说这里连着2个弯，这个在城里面的稍微比较大一点的弯，这种感觉的话，像这个车的话，我也是非常的稳。总体来说的话，这个车就是一个字稳啊。但是这个油门特别真的是非常要注意。在整个一个视频里边，我觉得我说这个油门已经说了很多了，其实这个油门真的是设置的有点调教的有点暴力在这种速度下面调节速度的话，也是像现在这样非常非常给力的，然后后刹的这个感觉也是非常能够调节速度的。所以说整体的这一套的话，操作性能上来说的话，简直就是行云流水，一点问题都没有所有的问题都集中在这一辆车。这个低速的性能和这个低速往前冲的这个感觉和这个油门开度的这个感觉，是不是有点太强了？感觉这一整套
啊，这么行云流水、丝滑的这一整套的配置，不应该装在这么一个强力的发动机和配这么一个灵敏的油门啊！我感觉。OK， 我们一圈现在也就下来了。怎么说呢 ？Z1000的这个车啊，跟 Z900到底有什么区别？最大的区别就是。它这个非常的暴力，非常的暴力。C900可以推荐新手上，但是 Z1000绝对推荐不了新手上，这是最大的区别。如果你要说它有什么其他还有什么比较优点的地方？首先一个离合器，看我现在都捏着离合器，根本就不觉得它重，甚至都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但这么一个轻量的离合器，非常的给力。川崎在做这个离合器上面是绝对给力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油门很轻油门很轻，操作性这么一点点非常细腻的操作，在这个油门上也能够实现，这个也是非常给力的一个地方。另外的话，后刹是我喜欢，或者是我喜欢的这种软的，能够调节速度的后刹。哇，这个太暴力了！这个油门这样轰下去的感觉太暴力了，这个人都要被甩出去的这个感觉，不能乱来啊！这个车太夸张了吧？确实，这个车的话，总体来说，最后再跟各位想要买这辆车说一声，如果你是新手的话，最好不要上这辆车，这个实在是有点暴力，这个并不是一般的人能够驾驭它的。OK 吧，所有的基本上它能够有比较好的地方，基本上也能够知道了。那么稍微最后来说一说它到底有些什么缺点吧。首先一个，在上了3000转万之后，它就非常的震，这个震动的话还是挺厉害的。突然之间3000以上就突然感觉川崎的车的这个感觉，这个震动还是偏大。然后呢，一个是震动偏大，然后另外一个呢，怎么说呢？这个油门既然把这一套整体的像刹车、油门，然后离合器调教的这么丝滑的话，就不应该把这个引擎调教的这么的暴力，因为那么丝滑的一套下来，你这个蹭的一套丝滑的下来，你突然发现哇，这个油门特别猛，蹦一下就出去了，那不就出事了吗？对吧？当然了，这个的话，对于比如说一些能够骑过摩托车的，然后能够很好的掌控车的性能的人的话，那么这个车还是非常的不错的。OK， 然后到了这边加油站里面来，还有它一点什么好呢？虽然说它是 Z1000 有这么厉害的发动机，有这么厉害的一个排量，对吧？它加的是。现在这边国内是说吧，92、98是吧？92、95、98还是咋样的？它是不喝98号汽油的，就是不喝最高的那个汽油的。也就是说，我们这边现在看到的就是柴油，然后这98然后这边是下面一档的，它是这个档次的。在这个国内的这个换算的话，我现在还不太清楚这个换算到底是几号油，但是这辆车的话是加一般的油的，不用加好油的意思。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地方。那么今天Z1000的这个试驾视频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拜拜。